如果你最近呢有在看投影机，应该跟我一样，觉得2025年呢这个市场根本就是神仙打架，更新速度快到让你都还没有吸收完，新的机器又出来了。比如说这一台最近在欧美圈讨论度超级高的 Valerian Master Max， 那以下呢我们会把它简称为 Max， 以及另一台是海信刚端出来的规格怪物 VIDAA C5， 那号称呢是有 SST 技术，可以越级打怪20万等级的机器。那今天我们会直接把核心技术扒开来讲。那想要让家里变成电影院的这支影片呢，你一定要看完。Valerian Max 的外箱呢，跟一般的投影机不太一样哦，它不是只有那种纸箱加泡棉，而是有一种仿皮革外盒的磨砂质感哦。第一眼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是旗舰级的定位，那直接就有一种开高阶装备的氛围。再来看一下 Valerian Max 它的外观哦，它的设计语言叫做电影院里面的魔术方块。那侧面抛开无聊的平面设计哦，它是用14条的电镀金属格栅包围起来。那其实呢，这一些是双涡轮散热系统的进气口的导流板。那看起来呢，外观就跟另外一代的 VP2 没有太大的差异。可以看到 Max 它的遥控器呢跟 P2 一样，因为毕竟他们是兄弟机嘛。那遥控器呢一样，它有一个夜间模式，然后也可以用语音的控制它。那 Max 它的电源线呢也一样是用这个氮化镓，小小一颗，携带方便。那整台呢重量是7.5公斤左右。那在旗舰的投影机里面，它也不算是重量级哦，所以你要移动它也是非常的轻松。背面呢，所有的接口包括3个 HDMI 输出孔，那其中有2个是2.1，一个支援 eARC， 还有 USB 2.0、3.0， 那有线网路孔，而且呢，它都是可以藏在一个下翻式的小盖子后面哦，所以呢，不会有那些丑丑的插孔露在外面。那我们再来看看 VIDAA C5 的风格呢，是完全不同的哦。外箱呢这边其实一看就知道，整台用的是完整的泡棉箱包起来，那实际拿起来呢就很稳。以前 VIDAA 做那种方便携带的小方块或者是灵活的云台设计但是呢这一次 C5 呢，它是完全舍弃了便携性，变成一台重达11公斤的重装坦克哦。全金属的一体成型，那正面的造型呢会像是复古相机，那颜色呢也是很有质感的黄加咖啡色。那 C5 呢，它跟前几代的遥控器也都是一样，也是有夜视功能，也有语音功能。那 C5 的电源呢，因为它是中国来的，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么大一颗的变压器，就是在携带上呢，使用上会比较稍微不方便一点。为什么 C5 它要这么重呢？它除了是全金属的机身之外呢，它为了要压制6800的 CVIA 流明，它产生出来的惊人热量，它把电脑主机等级的液冷散热系统塞进去哦。那机上呢，这些密密麻麻大概是3941个孔洞，全部都是用 CNC 一个一个精准钻出来的哦。它为了确保长时间运作，它不会过热。那我们看到背面的连接孔。C5 的 HDMI 呢只有2个，那其中一个是 eARC， 那另外呢可以看到一个 Audio 孔，那这里呢它多了一个一般人比较少见的 RS232 接口，那你可能会觉得用不到，但是如果你家有这种全屋智慧的中控系统那这个接口呢就非常的有用。那这个呢也证明了 C5 它的定位，它更偏向的是固定的位置设备，那特意呢它不想让你这样子搬来搬去的。再来，我们说说这个重装坦克 VIDAA C5 的核心。那我们刚刚呢有说了，它散热做的这么夸张，是为了压制亮度嘛？但其实呢，它还为了伺候一颗怪物的 MT9681旗舰晶片。那它本来是用在顶贵的 8K 电视上的，那它利用过剩的算力呢，可以及时分析每一帧的画面。它利用 AI 去模拟出原本不存在的细节，那把那些模糊的边缘重新算了一遍。Valerian Max 这一边呢，它搭载的是 MT9618，那这呢也是一颗高阶的晶片哦。但是 Valerian 它把这颗大脑的技能点全部都点在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比度的精算。那它需要晶片呢，在毫秒等级的时间内去分析这个画面哪里是亮部，哪里是暗部，以免呢画面会变暗。那 MT9618的晶片呢，在这台机器里面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进行这种疯狂的协调工作。
讲完大脑，我们来看看眼睛哦，这也是这2台机器最大的分水岭。但是你看一下这个 C5 这一颗哦，它大到像是可以吞噬所有光线的黑洞一样。它的口径呢达到122mm哦，所以官方呢叫它哈勃光学镜头。里面呢塞满了17片全玻璃的镜片哦，因为6800的流米的热量呢真的太高了。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树脂啊，或者是塑胶混合镜片啊，你电影呢看个半小时，镜片受到热膨胀，画面呢就会开始糊掉。但是 C5 呢，它是用全玻璃呢，它就是为了确保你从开始的第1分钟到关机都可以有清晰的画质。这颗镜头最强的容错率就是它有0.84到2.0的超大变焦，这是一个2.38倍的无损光学变焦哦。这个在工程学上是非常难做的。比如说100寸的画面，你可以放到1.9米近哦，那你也可以推到4.5米远，等于是呢，它涵盖超短焦跟中长焦的特性，简直就是1机抵2机来用啊。你可以把 C5 放在角落的桌上，然后用光学位移把画面平移回来。那先说呢，这个不是自动梯形校正哦，自动校正呢是会牺牲画质的。那光学平移呢，它是一个无损的。光是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安装环境受限的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一大福音。那我们回来看看 Max， 它的镜头呢也是很优秀，但是它在 C5 面前呢就会显得保守一点。它的变焦范围呢是0.9到1.5。它是一个标准的投射比，所以你要投射100寸的话呢，最近的距离跟 C5 是差不多，大概2公尺的地方就可以投射。但是呢，它没有 C5 那种大幅度的水平位移，所以 Max 它最好是可以放在正中间，也可以稍微偏一点点，然后靠校正去修正回来。那简单来说呢 ，Vida C5 是更容易去配合你的房间任意环境，那 Valeria Max 呢，就是你要去配合它这样子。这2台机器呢，分别是用完全不同的技术，试图打破这个物理天花板。那首先呢是 Vida C5， 它采用的是第3代的 SST 架构，不只是我们刚才可以提到水冷散热可以带来的高亮度，更关键的呢是它的光路设计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极致的光学洁癖。SST 架构呢，可以把光线收得非常干净，严格控制光线呢在机器内部乱窜露出来，让它的原生对比度呢达到了惊人的8000:1哦。也就是说呢 ，C5 它不需要靠太多的软体或者是 AI 介入，它天生呢就可以做到很黑，加上呢它那个6800的 CVIA 的暴力亮度啊，这个真的是一台可以从体质上就非常强悍的怪物。那这样听下来呢 ，Max 它输定了吗？如果只看原生体质 ，Max 它的原生对比度大概是1600:1哦。那这代表它的先天光路结构确实比较难像 C5 这样子完全遮断光线。但是呢 ，Max 它就很聪明，它知道自己的先天体质不足，所以呢，它练就了最强的后天技术。它利用 EBL 的演算法加上6级的动态光圈来进行补偿。既然光路遮不断嘛，那我就用光圈来挡。当晶片侦测到暗场景时啊，它会主动缩小实体光圈，同时压低雷射的亮度，成功消除了那种灰感，硬是把对比度拉到更有身临于电影院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光的本身。那你买3雷射的投影机呢，大家最怕是什么呢？2件事，第一个呢就是画面看起来有一层油油的磨砂感，那这个就是散斑。第二呢就是颜色太艳，人脸呢看起来就像关公一样。那这一些呢都是雷射投影机的诟病。Vida C5 呢，它有56颗雷射晶片哦，它做了一件很物理的事情，它让这些雷射的波长呢稍微错开一点点，就像是合唱团一样。不同的声音混在一起呢，那种尖锐的单一的频率就会被盖掉。那这个呢就叫做源头消散斑。那你会看到呢，这个在示意的画面上就处理得非常干净，就像是顶级的 LED 电视，锐利度呢非常的高。Max 呢，它用的是另一招路径去干扰，它的光路里面呢会有一个高频振动的镜片，透过快速抖动光线呢来骗过你的眼睛，让散斑呢看起来没有这么的清楚。那在现场看呢，我个人是觉得肉眼上看不太出来，但是2台呢它都有支援 Dolby Vision， 但是使用的体验上就有差异咯。
Max 呢，因为它是 Google TV 系统，它有完整的 Netflix 原生认证和 Wi-Fi L1 的证书。那你打开原生的串流呢，就可以收看拥有 Dolby Vision 的相关片源。那 VIDAA C5呢，虽然呢它是硬体支援 Dolby Vision， 亮度也是够，但因为呢它是 VIDAA 他们自己的系统，所以呢你想用 C5 看串流的话，你就要找那些有支援这些高规格，像是 HDR10 Plus 啊、HLG 啊、IMAX Enhanced 的这一些的电视盒。最后我们来讲讲色彩 ，VIDAA C5 的 Delta 1小于0.9，这个呢已经是专业监视器的水准喽。那在 Filmmaker 的模式下，它的颜色非常的准哦。树叶它是深绿色的，肤色呢也是自然的。乍看之下呢，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好像不够艳？但是看久了，你才会发现说，这个呢才是真实世界的颜色。Max 呢，它则是走不同的路线哦，倾向于高饱和度，蓝天更蓝，草地呢更翠绿，加上呢它的 EBL 会拉低黑位，整个画面的对比度呢，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的哦。那虽然这可能比较不完全符合标准颜色，但是说实话，这个真的是比较吸睛。那这两个呢，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如果你是游戏玩家，这两台你会怎么选呢？VIDAA C5呢，它虽然是有 HDMI 2.1，但是它的延迟大概是在12毫秒左右。那我更建议拿它来玩黑神话、悟空，或者是艾尔登法环这种3A 的大作。你可以慢慢的欣赏它那种6800流明带来的光彩效果，享受极致的画面震撼。那 Max 这一台呢，它除了支援1080p。240赫兹，它的延迟呢只有4毫秒，这个呢已经是电竞荧幕的数据喽，所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简直这个就算是作弊神器。再来讲讲好不好用，在系统体验上呢 ，Max 它可以说是更有一面一点，它内建原生的 Google TV、YouTube、Disney Plus 什么都有，那支援完整的 Chromecast 和语音搜寻，遥控器拿起来呢就可以追剧。那 VIDAA C5 呢，它就比较尴尬了，它用的呢是他们自家的系统，它就没有 Google Play 啊，也没有内建 Netflix， 它需要外接 Apple TV 啊，或者是 Chromecast， 它可以解放它的完整实力。那虽然体验上输了，可是它在声音表现上 ，VIDAA C5 马上扳回一城。C5找来 JBL 联名调教，直接在机身里面塞进一颗15瓦的独立低音炮，组成完整的2.1声道。那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点1哦，相较于 Max 它2颗12瓦的全频喇叭，虽然清晰，但是你在看动作片啊，或者是爆炸场景的时候，C5那种低频的下潜度和物理震撼感呢，是完全不同的档次。在我们下最终结论之前呢，这两台机器的前身是谁，又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进化路径是完全不同的哦。我们先来看 VIDAA C5 的前一代呢是 C3 Ultra， 那我们举例亮度来说好了，那 VIDAA 呢因为是华人嘛，它忌讳数字4，所以呢它直接从 C3 的3200 CVIA 直接暴涨到 C5 的6800 CVIA。散热方面的 C3 呢，它还是使用传统的气冷散热，到了 C5 它直接变成液冷系统。晶片改变上呢 ，C3 用的标准是 DMD 晶片，那 C5 这一次呢，它直接换成可以承受3倍热量的 SST 架构晶片，它还有舍去云台设计、新增光学移轴的功能，对于画质党来说简直就是一大福音。如果你手上有 C3 或者是 C2， 准备要升级 C5 呢，你绝对会有那种哇的赞叹感哦。那 Valerian Max 呢，它是没有前一代的，它是 Valerian 这个品牌的开山祖师爷哦。那它其实呢是超短焦雷射电视霸主的 AWOL Vision 的子牌子，那它有一个弟弟啦，叫做 Vision Master Pro 2。
我们之前影片呢也有介绍到它。那这两台呢长得很像，但是 Max 呢才是完全体。但是 C5 呢对国外的玩家来说就有一个风险，就是配送过程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为了省运费的话，走海运可能还会担心箱子烂掉啊、受潮的风险。那万一它坏了，就是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零件哦，你要面对的就是一个送修地狱。那这个呢，就是我要讲的 C5 它的隐形成本。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2个多月前，我帮一位客人送修，那光是处理那些繁琐的送修流程啊，加上因为它是精密仪器，它被海关抽查，卡关产生的仓储费啊，还有来回的国际运费啊，大家可以猜看看，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们将近花了1万多块台币哦，这是1万多块，甚至还不包含维修费。再加上来回的时间成本呢，也可能要花将近1个多月。那这个呢，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哦，一台10几万的投影机，大家也想要安心的拿到手，舒舒服服的去享受嘛。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找信任的代购方，或者是我们英格兰协助购买。那投影机呢有问题呢，都可以请教第三方来处理，也可以安心许多。总结来说 ，Max 呢，它这一台是走高质感的精品路线。那说实话，这个10.09万呢，不只是买硬体，它还包含了完整的 Google TV 授权体验，还有完整的保固服务。那 Vita C5 无界版呢，虽然价格比较高，它达到12万哦。那它的硬体参数呢，也确实是给的很凶。如果你是懒人生活跟游戏玩家，你想要一台买回家就可以用的机器，打打游戏啊，它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完美的一体化的家庭剧院方案。Max 呢，它的宽萤幕模式跟 EBL 让你宛如电影院一般。但是如果你是画质狂热者，不在乎多接一台电视盒，追求那种光学的机制、亮度的天花板，还有那种不用外接音响也可以震撼全场的重低音，选这台 C5 就对了。好啦，今天的对比就到这边，大家觉得哪一台更适合自己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晶晶。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个影片见。但是等等哦，不要太快走开，我们最后还有更精彩的对比影片哦。